《甄嬛传》中有许多情节前呼后应，前边咱们讲了甄果恋的前后暗线，这期咱们就来唠唠还有哪些埋好的暗线。第一点，曹贵人的死早有提示，当时康禄海没看出甄嬛是一只潜力股，背地里找上了根平这座靠山，结果甄嬛杏花树下秋千驾前遇到皇上，这一遇甄嬛不仅破例被封为了贵人，而且皇上还给甄嬛赐下了交房恩宠，这等殊荣可见甄嬛有多受宠。在宫中主子受宠，奴才的生活也好过，于是势利眼康禄海生了二心，假借肚子疼的由头溜出根尔平的队伍，跑到甄嬛回宫的必经之路去蹲点儿。对于康禄海这个行为，咱们听曹贵人是这么说的：姐姐真是好心性，这背弃救主的东西换作是我，那是断断不敢用的。其实这个背弃救主的东西不仅仅是康禄海，更是曹贵人他自己。后期年羹尧倒台，华妃失势时，曹贵人背叛了华妃，与甄嬛暗中签了合同，合同一签，曹贵人便趁机抖落华妃的罪行。曹贵人，你既早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为什么现在才说呢？皇上恕罪，臣妾实在是不敢啊。表面上曹贵人此举是弃暗投明，可在皇上看来，曹贵人与卖主求荣没区别，毕竟华妃在皇上心中的分量不轻，同时皇上也清楚曹贵人的为人，华妃所做桩桩件件少不了曹贵人出谋划策。因此当曹贵人进言杀了华妃的时候，皇上心中已经容不下曹贵人了。当初康禄海背叛甄嬛，又背叛根尔平，没有落得一个好下场，如今曹贵人背叛华妃，又进言杀之，皇上便有一剂梦魇药，将曹贵人送上了西天。第二点，皇后禁足早有伏笔，当时甄嬛穿错纯元皇后的故意被皇上禁足，安小鸟不明白皇上为什么会如此动怒，咱们听皇后是这样说的：纯元皇后是皇上最放不下的人，何况之前祺贵人的阿玛做了不少功夫，皇上早就恼了婉嫔了。剧中甄嬛多次议论朝政都没有事，为什么皇后还说皇上因此恼了甄嬛呢？咱们往前看，甄嬛封妃前，瓜妇曾用钱明士的诗集参了甄赋一本，当时皇上试探甄嬛对钱明士诗集的看法，结果甄嬛的言语让皇上误以为甄嬛和甄赋一样对他不喜欢的人持同情，加上这件事还牵扯到敦亲王，皇上本就疑心深重，故而恼了甄嬛。可见正如皇后所说，甄嬛禁足不仅仅是因为故意，更是因为甄嬛议政。后来皇后在甄嬛利用腹中胎儿碰瓷事件中，因胧月一句皇额娘推了熹娘娘被禁足，皇后以为自己只是吃了哑巴亏，却没意识到自己蓬然朝党，早就让皇上恼了。当时脸上长了个大括号的张廷玉向皇上打探皇后被禁足事件的后续，咱们听皇上是为何恼了皇后的：贪心不足，皇后不够，还盼着做个名正言顺的太后。朕将3阿哥交给他，倒让他多了许多非分之想。原来甄嬛碰瓷事件只是导火索，真正让皇上恼了皇后的是皇后在前朝奔走牵线，她不仅要坐皇后的位置，她还想当太后。宫中谁不知道皇上疑心病有多重，当初甄嬛因扯到了前朝一条小线被禁足，如今皇后手都长在前朝了，不被禁足才怪呢。第三点，甄嬛回宫的日子早已定下，华妃倒台，甄嬛即将封妃时，皇上直接选了2月初2这个日子，结果在2月初2那天，甄嬛掉进皇后不好的纯元故衣这个局。因为这件衣服，甄嬛明白了自己只是替身，同时也是因为这件衣服让甄嬛看清了皇上。后来甄嬛因婉婉泪清4个字对皇上彻底死心，生下胧月便离了宫到甘露寺修行。后期甄嬛设计回宫时定的也是2月初2这个日子，毕竟2月2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这个大好日子皇上不能马虎过着，所以甄嬛集结了苏妃给皇上下了一个套。奴才知道甘露寺有皇上不想见的人，反正咱们只是到那儿去敬香嘛，又不见他，再加上如今出宫，正好可以为太后的病情祈福，更显得诚意些。要是时辰早，奴才再陪皇上去凌云峰踏春去。
苏菲这番话给皇上长久的思念找了个台阶儿，于是皇上心里乐得欢，同意了2月初2出行。2月初2这天，皇上先到了甘露寺，紧接着又赶到凌云峰给侄儿送户口。他来了，他带着户口走来了。瞧瞧这踉跄的步伐，听听这大口的喘息，皇上到底爱不爱甄嬛？他的表情，他的神色，难道还不够明显吗？当初2月初2，皇上伤了甄嬛的心，如今2月初2，甄嬛送给皇上一顶帽子。其实不管是当初的离心，还是如今在相拥，之前有过多少真情，如今就有多少假意。综上可见，《甄嬛传》这部剧许多情节以及结局其实早已暗中定好，这种巧妙的设计不得不让人称绝呀。